狗狗咬人总不改，多半是惯的。这只狗狗名叫来福，是家里3个女人的宝贝。小孙女放学后想和来福亲热亲热，下一秒直接被来福咬出血。而奶奶看到后一点不关心小孙女的伤势，反而抱起来福安抚。奶奶的操作属实迷惑，就在几分钟之前，小孙女刚放学回家，刚一进门就和来福来了个友好互动。来福这个时候还是非常乖巧的，对小主人也非常客气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切。然而就在女孩洗了个手的功夫，来福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在小主人接触到她的一瞬间，来福直接撕咬她的手指，这一下可一点力气都没有收，一口下去直接把小孙女的手指咬出了血。小孙女拼命撬开来福的嘴，忍着疼痛将手指从她嘴巴里拽出来。女孩的妈妈赶紧赶了过来，为女孩的伤口进行消毒后再包扎。妈妈看到女孩受伤后也非常心疼，但从头到尾3人都没有责怪过狗狗一句。尤其是奶奶，她一点也不认为狗狗做错了，反而抱起狗狗就开始安抚起来，仿佛被咬的不是小孙女，而是狗狗。这小狗还有2副面孔，刚刚咬女孩的时候一脸凶狠，现在蹲坐在奶奶身边的时候却又显得十分乖巧，这谁能对她说重话？看到这里，奶奶的行为让人联想到总是惯着熊孩子的爷爷奶奶，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宝贝孙子有错。这个家如果只有奶奶一人宠着来福，他或许还不像现在这么无法无天。狗狗在家作威作福，将小主人咬伤后不知悔改，家里更是没人管这只狗狗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家里的3个女人都不忍心惩罚来福，平时甚至不会说一句重话。小孙女被来福咬伤，奶奶反倒去安慰狗狗。妈妈虽然心有不满，但始终没有对来福做出实质性的惩罚，女孩的反应就更让人不解了。别看现在被来福咬伤，心里有点郁闷，妈妈刚给她包扎好，她又想找来福亲热。别人家的狗子犯了这么严重的错，即使不给他来顿拖鞋炒肉，也得让他少吃几顿饭以示惩戒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下次不敢再犯。而来福犯了错一点是没有，乖乖坐在沙发上，摆出一副乖巧无辜的样子，家里人就能原谅他的错误。来福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可以说是家里人一手造成的。每次家里人想和他亲近，他都非常排斥，不是龇牙咧嘴，就是直接上去撕咬。不过来福并不是对所有家人都这么不客气，在见到爷爷的时候就异常乖巧，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是一副温馨的画面。爷爷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也趴在沙发上，不会打扰爷爷，更不会撕咬他，甚至主动和爷爷靠近。家里的3个女人没少为此吃醋。按理说爷爷平时对来福爱搭不理，见了来福也没有那么热情，为啥来福对爷爷就这么友好呢？家里狗狗总咬人，家里人频频遭到攻击，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专家表示，这都是惯的。从这一家人对来福的态度不难看出，爷爷以及家里的3个女人和来福的相处方式不一样。爷爷不会像3个女人那样强行和来福互动，来福反而喜欢待在爷爷身边。这一家人为了弄明白来福为何经常攻击家人，咨询了专业的动物行为训练师。专家在对来福的行为观察中发现，来福似乎只有待在爷爷身边才有一定的安全感。和爷爷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，妈妈只是从旁边经过，都能引起来福的不满。来福一个翻身，凶狠地盯着妈妈，似乎是在告诫对方赶紧离开。奶奶想和来福互动，来福直接将身体换了个方向，背对着奶奶。而在和爷爷的相处中，来福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放松，他总是用舌头舔着自己的鼻子。家里人以前一直认为来福这是口渴了想喝水，于是强行给他喂水。其实来福根本不是想喝水，他这是有些紧张，想拥有自由空间。来福看似获得了家人的宠爱，家人无限溺爱来福，但宠物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来福喝水这种行为都是在家人的逼迫下进行的，更别说家人每天总是围着来福转，无时无刻的想和来福互动亲热，这会让来福产生抵抗心理。时间一久，他慢慢发现通过一定的暴力行为可以避免和家人亲热，这便是他频频攻击家人的原因。可以理解家人想要和宠物亲热的心理，但一部分宠物更喜欢独处，它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且安全的空间。